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惠子。GF 对龙系的范畴一直很迷，有些宝可梦名字里有龙，但它不是龙系，比如暴鲤龙，而名字里没有龙，可能就是龙系，比如阿罗拉椰蛋树、暴焰龟兽。那么今天全面介绍一下那些过去一直被误当作龙系的10种宝可梦吧。1. 铁甲暴龙，超铁暴龙。铁甲暴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只宝可梦，因为它是首个被设计出来的。根据4足站立的特征，加上头部有凹凸不平和一个钻头般的尖角，可以推测它的原型有恐龙的要素。但是它并不是龙系的，而是地面加岩石系。在第4世代加入进化型超铁暴龙，总体形象没有大变动，就是护甲更厚，防御更高。在第7世代宝可梦加入中文语言，或许是为了告诉大家它不属于龙系，于是有了一个很难听的新名字钻角蜥兽。不仅拗口，就连输入法也没有录入这个官方翻译，可见铁甲暴龙这个名称还是活在大众心中。2. 带龙，它是普通系的，在46级能自学龙系技能逆鳞，并且也能学到许多龙系技能。虽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，毕竟大针锋也能学会逆鳞，但是它的设计原型显然参照了澳洲有袋类动物和恐龙。7代为了实锤它和龙系没啥关系，它的名字变成了袋兽。不过已经获得 Mega 进化的它早就不需要这些俗套的名字，因为其强大的实力，玩家们都亲切地叫它老大。3. 鸭嘴火龙，鸭嘴焰龙。在无印58集，小智的喷火龙和夏伯的鸭嘴火龙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战。第一次看这集的我还是个小学生，那时候觉得非常热血。很可惜这2只都不是真龙，2足站立和体表凹凸不平的形象，还有长长的尾巴，设计一定和龙有关，可惜不是真龙。就算第4世代获得了进化型鸭嘴焰兽，却还是和龙系没啥关系。4. 暴鲤龙。要说之前几个宝可梦在原型上多少都和龙沾边，但是暴鲤龙可就太难了。它属于龙这一弹组，而且它就是基于蛟龙设计的，并且我们常说的鲤鱼跃龙门也正是符合鲤鱼王的进化历程。然而谁知道越过龙门也没能成真龙，只是会飞而已。更惨的是它在第6世代获得了 Mega 进化，Mega 进化总该变龙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水系加恶系彻底打败了众人的幻想。5. 辰龙。图鉴中说它以鱼类为食，并且有着长长的脖颈，4肢都是鳍状，这显然原型取自已经灭绝的生物蛇颈龙。蛇颈龙是海爬，不属于我们广义上的恐龙范畴，所以辰龙也不是龙系，是冰系水系。第7世代它的名字变成了拉普拉斯，我不懂这4个字的含义，反正没有辰龙简单易懂。6. 化石翼龙。化石翼龙在宝可梦游戏中是要用化石复活才能获得，这和现实中已经灭绝的翼龙是一个道理。翼龙也不属于恐龙，它只是恐龙的近亲。化石翼龙因为原型不完全，所以只有飞行系和岩石系，不属于龙系。在第6世代它获得了 Mega 进化，可是变成远古真正姿态的它仍然是岩石和飞行系。7. 土龙弟弟。它的名字里有龙，但却和龙8竿子打不着关系，不属于龙的弹组。设计原型是腾蛇，属性更是一个普通系宝可梦。更扯淡的是，它的名字里的弟弟也不对，这个种群的雌雄比是1:1，雌性的应该叫土狼妹妹才对。8. 变影龙。遇到危险变保护色的这一设计显然是基于变色龙，你说变色龙算不算龙？我觉得算。蜥蜴难道不叫龙？那你暴焰龟兽是乌龟，凭什么是龙系呢？但是 GF 才不管你，它就是普通系的。9. 热带龙。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巨大身躯的热带龙，
看上去就是犀角类恐龙和水果的结合体，它能学会很多龙系都无法学会的龙系招式，比如龙锤、龙舞，可是它只是个草系飞行系的宝可梦。10. 喷火龙。喷火龙绝对被很多人误当作龙系很多年，哪怕是放到现在，很多人也都以为它是龙系。这里我要无情戳破一下，老喷是火加飞，那个 X 后才有龙属性，不过也不要太纠结属性了，厉害就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常被误会是龙系的10种宝可梦，类似的还有战锤龙等等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啦。我是惠子，在这里求个关注，么么哒。